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带大家体验一条很多骑行爱好者心中的梦想路线——加州著名的17 Mile Drive。这条路线全长约11.1英里，也就是接近18公里，预计骑行时间约1小时，累计爬升只有100多米。因此，无论是公路车、混合车还是电助力自行车都非常适合。如果一路慢慢骑，边走边拍，我建议预留3到5个小时，才能真正感受这里的魅力。我们的旅程从 Asilomar Beach 开始，这里几乎保留了最原始的海岸风貌，岩石海岸、翻滚的海浪，再加上清新的海风，一开始就能让人彻底放松。如果运气不错，还能看到海獭、海豹和各种海鸟。接着进入宁静的 Pacific Grove， 这座小镇以百年木屋和优美的海滨景色闻名，也被称为蝴蝶小镇。道路平缓，非常适合悠闲骑行。继续向前就来到 Spanish Bay， 这里是真正进入30 Mile Drive 精华路段的开始。海岸草坪、高尔夫球场与太平洋连成一幅风景画，每一次转弯都会带来新的惊喜。随后我们会经过世界著名的 Pebble Beach Golf Links， 即使不打高尔夫，骑车经过这里也能感受到世界顶级球场与海岸线完美融合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段，从 Pescadero Point 到 Spyglass Hill， 道路依山傍海，缓缓起伏，一边是广阔的太平洋，一边是蒙特利特有的柏树林。这里不仅骑起来充满节奏感，也是拍照最出片的地方。最后抵达 Point Joe Vista Point， 这里不仅拥有壮观的海景，还承载着丰富的航海历史。19世纪，许多船只误以为这里就是蒙特雷湾入口，因此发生过不少海难。如今，这里已经成为17 Mile Drive 最受欢迎的观景点之一，也是欣赏日落的绝佳地点。如果让我给这条路线打分，我会毫不犹豫地给出9.8分。距离市中坡度友好，景色顶级，而且几乎全程都能欣赏壮阔的太平洋风光。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上午游客相对较少，海风也比较舒服，因此建议尽量早点出发，并准备好防风外套和饮用水。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加州海岸骑行，那么17 Mile Drive 绝对值得列入你的必骑清单。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这类湾区骑行和旅行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加州本周要闻。如果你觉得2026年的美国只是经济有点不好， AI 发展快一点，那你可能低估了今年变化的速度。过去1个月，美国连续出现了一系列足以影响几百万华人的重大新闻。有人申请绿卡可能要先准备10万美元，有人回美国只因为微信聊天记录就被取消10年签证。 AI 开始正式进入企业，大量白领职位正在消失，但另一批工作的年薪却已经突破100万美元。与此同时，加州再次被评为全美国最不适合居住的州之一。全国31个州又爆发新的食品卫生疫情。这些事情看似彼此无关，其实都指向同一个趋势：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更高、门槛更高、竞争更激烈的新阶段。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最近最值得关注的5件大事。第一件事，绿卡可能要交10万美元保证金，美国移民正在进入高门槛时代。首先来看最近整个移民圈最震撼的一条消息。根据多家媒体披露，美国国务院正在研究一项新的移民签证政策。未来部分准备通过海外领事馆申请移民签证，并最终取得美国绿卡的人，可能需要先缴纳约10万美元的保证金。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美国是不是开始卖绿卡了？其实并不是。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希望申请人能够证明自己拥有足够经济能力，不会成为公共福利负担。但真正引起争议的是另外2个细节。第一，这笔钱不是交完就结束，只有未来正式加入美国国籍之后才可能退还，而从拿绿卡到入籍，通常至少需要5年，也就是说，这10万美元相当于被冻结5年以上。第二，如果政府认为你在持有绿卡期间无法维持生活，这笔保证金还有可能被直接扣除。不少移民律师认为，这已经不只是经济审核，而是在重新定义谁有资格移民美国过去。美国一直强调家庭团聚，现在越来越强调经济能力。很多专家甚至直接表示，未来美国移民制度可能逐渐变成只有有钱人才容易进入。
对于准备申请绿卡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风向变化。第二件事 ，AI 开始真正影响就业，但高薪机会也正在诞生。接下来是所有上班族都必须关注的话题。最近，全球200多位顶级经济学家联合发表公开声明，其中包括1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一致认为 ，AI 带来的就业冲击可能比工业革命来得更快。为什么？因为工业革命用了几十年 ，AI 可能只需要几年以前，一个行业慢慢被机器替代，人们还有时间学习新的技能。但今天大模型几个月就升级一次，很多企业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培训员工，岗位已经消失了。目前受到影响最大的主要集中在白领行业，行政助理、客服、平面设计、市场分析、基础程序开发、咨询顾问。这些过去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职业，现在招聘数量已经开始下降，甚至美国国内还有越来越多声音要求进一步收紧 H-1B 政策，理由就是 AI 已经能够完成越来越多软件开发工作，不需要继续大量引进海外程序员。不过，这并不代表 AI 只会创造失业。另一边，全新的岗位正在疯狂增长，例如，最近硅谷最热门的新职业 Frontier Deployment Engineer。也就是前沿部署工程师，这类工作不仅需要懂 AI 模型，还要懂商业流程、客户需求以及系统部署。一些顶尖公司的高级岗位，年薪甚至已经超过100万美元。注意，这说明未来最值钱的人，不一定是最会写代码的人，而是最会把 AI 真正变成生产力的人。未来比拼的不只是技术，更是跨领域整合能力。第三件事，回美国千万别大意，微信聊天记录也可能成为证据，非常值得所有准备回国或者返美的华人注意。最近一位中国游客在洛杉矶机场入境时，被海关带进了大家熟悉的小黑屋，随后海关要求检查他的手机，其中包括微信聊天记录。结果工作人员发现，他曾经在美国旅游期间帮助朋友做家政工作，并且收取了一些报酬。虽然事情已经过去1年，但最终美国海关仍然取消了他10年旅游签证，并立即遣返。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聊天记录也能成为证据？答案是，可以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仅2025财年，美国各口岸进入2次审查的人数就超过1100万人。虽然比例只有约3，但一旦进入2次审查，电子设备、聊天记录、工作信息都可能成为调查内容。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另一件很多华人容易忽略的小事，那就是美国超市里非常流行的 Everything Bagel 调味料。很多人喜欢买回亚洲送亲友，但是这款调味料里面含有 poppy seeds， 也就是罂粟籽。在美国属于合法食品，但在不少亚洲国家却属于严格限制甚至禁止携带的成分。已经有网友因为邮寄类似调料导致包裹被海关扣押，甚至接受调查。一句话提醒大家，不同国家合法，不代表全球都合法。出国之前多查一步，可能就能避免很多麻烦。第4件事，加州再次跌入全美宜居性倒数，美国梦越来越贵。很多住在加州的人恐怕已经深有体会。最新公布的2026年全美宜居排行榜，加州再次排名倒数。为什么原因？其实大家每天都在经历。首先是房价，像硅谷的圣何塞，平均房价已经逼近200万美元。很多家庭即使年收入20-30万美元，买房仍然压力巨大。其次是保险，过去几年，加州保险公司不断退出市场，剩下的保险费一路上涨。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加州房屋保险平均上涨84%，全国第一。然后是治安，统计数据显示，每1000名居民中就有约25人遭遇暴力犯罪或财产犯罪。与此同时，美国财富增长速度依然惊人。2025年，美国贡献了全球新增百万富翁人数的一半以上，平均每天增加超过1100位百万富翁。但是另一边，全球仍然有42%的人总资产甚至不到1万美元。这说明什么？财富越来越集中，普通人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加州就是这种两极分化最明显的缩影。第5件事，31亚州爆发寄生虫疫情，很多蔬菜和水果都可能受到影响。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条健康新闻：美国31个州最近出现了大规模环孢子虫疫情，目前累计病例已经突破2000例。
其中密歇根州感染人数甚至达到往年的20倍。纽约地区同样属于重点区域。这种寄生虫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藏在未经充分清洗的新鲜蔬菜和水果里面，例如香菜、罗勒、草莓、生菜，各种瓜类感染之后，患者可能持续腹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还可能伴随恶心、脱水以及体重下降。卫生专家建议，购买生鲜食品后一定要使用流动清水认真冲洗，如果条件允许，适当加热处理，会更加安全。特别是在夏季，这一点值得每个家庭重视结尾。回顾今天5条新闻，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美国并没有停止发展 ，AI 仍然在快速进步，财富仍然在不断增长，科技仍然领先世界。但是与此同时，移民门槛越来越高，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生活成本越来越昂贵，公共安全和健康风险也变得更加复杂。对于每一位生活在美国或者计划来到美国的人来说，仅仅努力已经不够，更重要的是及时了解政策变化，提前做好规划，降低风险。毕竟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信息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如果绿卡真的需要10万美元保证金，您认为这项政策会通过吗？AI 未来会创造更多机会，还是带来更多失业？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